小 baby 打呼简直萌翻，但要是你的枕边人天天鼾声雷动，还真的是有够恼人。太吵了，太吵了，对，很像火车的声音，我觉得。打呼声断断续续，纷飞介于60到80间，比手机铃声，甚至是公车声响还要大声。怎么老是打呼的人不受自己影响，倒霉的总是旁人。可能是熟睡的时候吃太熟。熟睡中会打呼没错，但人体为了保护睡眠，早就自私的阻绝了声音。因为打呼是自己发出的噪音，大脑有准备，所以不会过度反应。而这种道理就好比瘙痒。别人瘙痒真的会觉得痒，但自己瘙痒确实没什么感觉。气流经过塌陷的呼吸道产生震动，就是打呼，会产生缺氧，这个是一件比较可怕的事。而入睡快狂打呼，有可能是睡眠呼吸中止症，上呼吸道肌肉塌陷造成缺氧，容易害气管、血管发炎，引发三高，中风几率比一般人高出3倍。不管男女老少，打呼攸关健康，可不是只有噪音问题这么简单。记者王俊杰、王善台中采访报道。热乎乎咖喱饭端上桌，客人吃得很满足，但餐厅却得到1颗星负评。老板看到1颗星惊呆，但内容仔细看是一名学生写下：老板的爸爸把公数当掉，东西不错吃，但我还是很不爽，怒留1颗星负评。原来餐厅老板的爸爸是成大的工程数学教授，学生被当找儿子的餐厅出气，老板也回应：我会帮你转告我爸，你这样评1颗星，我也很不爽，无辜被波及。他主要他不开心的原因，就只是因为我爸把他当掉这样子。留言对话引发讨论，还有补习班来蹭热度。我们在餐厅隔壁，想学公数可以找我们。老板被爸爸看拖，居然爆红。公数真的很难，去餐厅吃饭可以加10分吗？居然调出教授本人回应：事主来了，我是当人的老师。这位学生太可爱，找到这里抒发，蛮有创意的。各位不要怪他，就当一个笑话样子。蛮无辜的吧，因为这个评论是这家餐厅啊。老板觉得学生太幽默，还说下回请他吃饭，希望安抚他被爸爸当掉的心。记者赖冠章台南报道。好，主播各位观众，快要过年了，您是不是也在紧锣密鼓的张罗年菜呢？今年的价格啊，跟大饭店相比较起来呢，其实传统市场的涨价幅度是比较低的。像是目前记者所在的这个年菜大盘商南门市场，他们的年菜采购月也已经开跑了。那么今年消费者觉得这个价格如何呢？带您来听稍早访问。买干贝啊、腊肉啊那些的啊。贵啊，现在都变得很贵的感觉，这样一斤都要贵几10块。像这我记得过去我买100块，现在要150。南门市场因为刚搬家不久，所以有一些排队名店啊，怕顾客流失，不太敢涨价。不过呢，还是有的店家去年的年菜组合会多送1到2道菜，但今年就取消了这个优惠，所以呢，价差也等于将近有差到200至300元。以上就是我们在现场掌握到最新消息，再把时间镜头交还棚内。我是陈志根。从踩在风灾的坍方断桥，到卫星云图背后的天气预报，棚内棚外的采访播报经验持续冲击火花，督促我报道真相。更多新闻请锁定中视 YouTube 频道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并且开启小铃铛哦。机场塞爆人潮，等待安检的通道里被挤得水泄不通，犹如菜市场般排队的人龙往复来回，分成好几道走廊，整个塞爆，吓死人了！大排长龙的景象实在夸张，民众都纷纷拍下这闹哄哄的画面。不过庆幸的是，前进速度快，大概10分多钟吧，上来还蛮快的。选举完放假期，大家纷纷出国玩，还有民众笑笑调侃：当选的笑着出国，落选的哭着出国，全部都出国了。各级学校陆续放寒假，加上选后离境人潮多，今早桃园机场通关队伍竟从楼上排到楼下，相当混乱。机场公司表示，第一航厦早上6点到下午3点为离境尖峰时段，机场公司除了加派多名人力到现场协助引导，早上5点也已经开满安检线，但依旧负荷不了挤爆机场的民众。以前出国有看过这样子吗？应该没这么夸张。航警局也在近期更新一条设备，由传统 X 光机升级为电脑断层扫描仪。由于人潮众多，原定1月22日完成启用及训练，也提早改为17日启用，以增加安检量能。记者刘志展、李婷熙桃园采访报道。
我是方燕迪，主播工作让我学习倾听所有人的意见，也要保留自己的判断。也许我们无法踏遍所有土地，但能从新闻里看尽每一道风景。我是方燕迪，请您锁定中视 YouTube 频道，记得要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开启小铃铛哦。